起来，你没事吧？是吧？汤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伤没伤到？汤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？我老觉得要发生什么事儿，但就是想不清楚，这整个脑袋都快要炸了。好了好了，哼，没事吧？不是，都是你！要是你挡下倪漫天那一招，我就不会撞到汤宝了。这你也不能赖我呀！那是倪漫天，他用力太大了。自己技不过人，凭什么怪我呀？你这一次的仙剑大会人选，看来早有端倪了。哎，那你觉得是谁呀？自然是我俩。自然是我俩。花千骨呗。花千骨？为什么呀？朔风、倪漫天的法力可都比他高呀。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我来告诉你们，今日的花千骨已是今非昔比了。他不光是尊上最小的徒弟，而且还是蜀山的掌门人。更何况当日太白山大战七杀，收了好多兵器回来。现在他法力不是很厉害了吗？这倒也是。不过吧，上回我和我师妹在外云游，未能有幸看见。这回吧，咱俩一定要好好跟他切磋切磋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哎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都回去吧。是。轻点儿。汤宝，你过来。骨头。汤宝，跟我走，我有事要问你。嗯。来，快点。骨头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汤宝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看到过我那条手绢啊？手绢？嗯。你是说会有尊上的那条吗？对。怎么啦？不见啦？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放在什么地方给忘记了？我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都没有。这样，咱们两个分头去你经常去的地方找找看，一定可以找回来的。嗯。小师叔，找什么呢？啊，小师叔，你找的是这个吗？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这么凶干嘛？我又没说不还给你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是没想到长留居然出了你这么个不孝弟子。花千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以为尊上是可以随便喜欢的吗？你就是大逆不道、罔顾人常、背德犯上！你想要什么？小师叔，我倪漫天不是那种勒索敲诈的人吧？如果世尊知道这件事，肯定会把你逐出长留。不过也不打紧，如果尊上知道他心爱的小徒弟对他怀的是这种心思，想必他一定也很失望痛心吧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是你欠我的，花千骨。如果你不想把你的丑事抖出去，好啊，你求我呀！我求求你，你求我什么？我求求你不要告诉师父。花千骨，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想不到你也有向我求饶的一天啊！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表情了。花千骨，都是因为你，全都是因为你。要不是你，我才是那个独揽风头的人，我才是尊上的徒弟。要不是你，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你把这一切全都给毁了！我要你把欠我的全都还给我。好，只要我有的，我都给你。好，我要你在仙剑大会上输给我。我答应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否则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师父，
起。师兄这些日子未曾离开绝情殿半步，也并无要事，不需要出去。也未见你的徒儿。也许他在绝情殿的某处练剑吧。师兄这绝情殿还当真是冷清啊！也不知他送你的断肠花还能存活多久。师兄，你当真要这么一直骗他下去吗？倘若他知道了，又会如何呢？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哼，你们师徒二人啊，真是越来越像。你就是大逆不道、罔顾伦常、背德犯上。如果世尊知道这件事，肯定会把你逐出长留的。不过不打紧，如果尊上知道他心爱的小徒弟对他怀的是这种心思，想必他也一定会失望心痛吧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毒已入骨，无药可救。不，师傅，一定有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剑灵还是西陵人，你中了卜元鼎的毒，那我去找卜元鼎炼制解药。我去找卜元鼎。小姑，你听师傅说，来不及了。单春秋不会那么轻易把卜元鼎交给你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中毒那么简单了，在卜元鼎中，已经侵蚀我身体中的每一寸。慢慢的，我会失去鲜血，化作废灰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只能控制我自己，不被毒性所控制，失去理智。我不相信师傅，我不相信师傅，我不相信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对了，我身上的毒，师傅用我体内的毒，我没有中卜元鼎的毒，可以以毒攻毒，用我的毒。小姑，不可以，师傅怎么可以利用你苟且偷生呢？不，师傅。小姑，只要能救师傅，小姑做什么都愿意。小姑，不要！师傅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这么多年朝夕相伴，我怎么会不了解师傅？若他真的知道了我对他的这般心思，师傅定会……是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拥有的。我也只是拼命的想要隐藏挽回罢了。
师傅，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小果。小果，师傅的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这一次，师傅会闭关，好好的去毒。你不用再过来了，你专心练功。此次的仙剑大会，对你来说是个考验。师傅，你的毒真的……你不用担心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好的，师傅，我会好好准备仙剑大会的。可是，徒儿想每天过来看看你，可以吗？有事我会叫你。师傅，那弟子告退了。汤宝，骨头，你记住，以后见到霓漫天，你要尽量避着。万一真碰上了，我又不在你身边，你就去找11师兄帮忙。哎呀，骨头，以霓漫天的性格，他一定会得寸进尺、无休止的折磨你的。你就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好不好？唐宝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别再问了。那好吧。但是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，你可千万不要一个人扛着了。你要记住，你还有我呢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唐宝。你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人的记忆吗？消除记忆？七杀有一种摄魂术，可以催眠对方，然后再把对方的记忆消除。不过具体是什么样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摄魂术。哎，汤宝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走。我是给你送你最爱吃的铜叶鸡的。谁稀罕你的？你们合起伙来欺负骨头，赶紧走！哎，汤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谁欺负骨头了？我一点都不想看见你。走！哎，汤宝，你快开门呐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呀！你成了尊上的首徒就很了不起吗？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事儿给抖出去？这世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操控人的心智？当然有，摄魂大法不但可以操控别人的心智，还可以趁机抹掉对方的记忆。但此法不易操控，对方的实力最好弱于自己，否则就会容易遭到反噬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使用。怎么了，小不点？突然对摄魂大法感兴趣了？要不要姐姐教你？不用了，姐姐，不用了。小不点，你怎么又憔悴了呀？你知不知道，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美貌，干嘛对自己那么不好啊？姐姐，是因为快仙剑大赛了，我正忙着训练，所以……这个白子画，就跟海里的枯木一样，冥顽不化，腐朽不堪。每年总是搞什么大会，看看自己的弟子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他最近太闲了，需要我给他弄出点什么事情来？姐姐她这病是好了吗？不能让姐姐知道我答应师父不再见她的事情。这些都是姐姐特意给你带的，还有姐姐最新酿制的药膏，美容养颜，效果甚好。姐姐，谢谢你。
好了，小不点，姐姐要走了。姐姐知道，你我正邪不两立，也不想难为你。姐姐只是太想你了。姐姐，我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姐姐不怪你。这笔账我会算在白子画的头上。姐姐，嘘，小不点，你记住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什么人要为难你，只要你愿意，吹响这个鼓哨，姐姐无论在哪儿，都会赶过来救你，知道吗？你吐血了，小果，不可以！你听师父说，这场毒是无药可解的，就算你用尽所有的方法，也是于事无补的。我不管，虽然不能帮师父解毒，但至少可以帮你减轻痛苦。师父，小果。用尽身上的毒，你也会被不原鼎请示。师父，回去，回去！是，弟子告退。如尊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是早上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了手腕而已。做饭的时候会割到手腕？好了，你先去吧。那弟子告退。师兄，师兄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师兄，师兄，他走了吗？你是希望他走呢，还是不希望？刚才我看你花千骨手腕受伤，所以花千骨的事情一定要尽早了断，否则以花千骨的性子，即使是虚脱致死，也会延续你的性命。师弟，你的性子我是最清楚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，凡事都由着你。
这一次，我时日恐怕不多了。你不管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掌门之位，你接下吧。什么？师弟，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，但这时间不要太长。我怕我自己快撑不住了。你干什么呢？小师叔，仙剑大会在即，还请小师叔不吝赐教，跟我比试比试。你在向我认输吗？我告诉你，太早了吧。你还是好好练吧，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打败你。千古，你真的那么想赢吗？多管闲事。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办妥了。下去吧。属下有一事不明，斗胆问阁主。何事？为何不让白子画直接死在卜元鼎中？为何还要救他？你以为他中了卜元鼎之毒还活得了吗？可……行了，此事我自有安排，你不必多问。阁主，我一宿阁从不做无本生意，救白子画已经违反阁规。您为了花千骨，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初衷。够了，以后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，这件事我自有主张。下去吧。是。师傅，你之前在瑶歌城的时候说喜欢吃那家的包子，我特意跟老板娘学了。你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多少吃一点嘛。师傅，我求求你不要抛下小骨。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那小骨怎么办？天地之大，小骨都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了。把东西放着，就离开吧。师傅，师傅，那我就放在门外，你一定要记得吃啊。千古啊，你要这些黄芪当归党参川芎做什么？这些药材都是妇女产后出血，坐月子补血用的。哦，我身子受了伤，失血过多，到现在还没有好呢。我想自己再补补。啊，是这样啊。我那有颗千年老人参，不妨你拿来用用。我这就给你去拿。谢谢。子虚上仙，
你终于来找我了。我这几日把捕元鼎交出来。你要捕元鼎做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把捕元鼎交出来！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？那又如何？怎么？你怕我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做笔生意如何？做什么生意啊？你不是一直想打败花千骨吗？只要你帮我打探花千骨的行踪，我就将我的毕生法术交给你。真的吗？毕生法术？对，毕生法术。好，我这就告诉你。说来听听。花千骨他最近似乎有点虚弱，而且手上还有伤。他每天的行程呢很隐蔽，极少下绝情殿的。你要加倍留意他的行踪，每日此时来此向我汇报便是。那你什么时候把法术传给我啊？事成之后，我定会传教给你。好。我可警告你，你只需帮我监视花千骨的行踪即可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如若让我发现你阳奉阴违，我定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是。若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么慌干嘛呀？难不成这房间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呀？这是什么？你在练什么血术吗？你少管闲事！我答应你的，定会在仙剑大会上兑现。这绝情殿绝对不是你想来就来的。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来绝情殿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。哼，花千骨，你以为你的武功已经无人能敌了吗？不用你让我也会让你心悦诚服的输给我。倪漫天，我劝你到此为止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哼！段念，师傅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努力，准备仙剑大会了。
漫剑，是想在仙剑大会上打败我吗？倪漫天，我已经答应过你，不会在仙剑大会上与你争夺榜首的位置，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？我说过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不可一世的眼神，好像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你以为你成了尊上的首徒就很了不起吗？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事儿给抖出去啊？对不起，我求求你。哎呦，说什么呢？没听见。对不起，我求求你。怎么了？还不服气是吗？求人呢，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跪下。花千骨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。你以后见到我可别那么嚣张了。还有下次，就不是跪着这么简单了。倪漫天，你敢欺负骨头？唐宝，少管闲事。唐宝，这事你不用管。不行，欺负骨头就等于欺负我。是他自己愿意跪在我面前的，不信你问他。欺负我骨头还敢在这说风凉话，我跟你拼了！花千骨，倪漫天，你敢伤害唐宝，别说我，就连你师父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！今天放过你，下回没那么简单。骨头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伤到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哎呀，骨头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关于不原定的毒啊？要不然你能有什么把柄落在倪漫天手里呢？你就不要再问了。哎呀，骨头！这怎么会到现在呢？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？世尊如尊道。各掌门请坐。上次多谢尊上出手相救，听闻自上次一战回来之后，尊上一直闭关不出，是不是受伤了？什么？尊上受伤了？尊上会受什么？还有单春秋的带领之下，势力日渐强大。反观咱们大家，派系虽多，却不能融合在一块儿。依我拙见，咱们各派应该摒除门户，共抗击杀。尊上说的是，此番若不是尊上出手相救，我玉卓峰早已不保。尊上，玉卓峰愿听您调遣。任听尊上调遣。任听尊上调遣。各位掌门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，想必辛苦了。待会儿先回去休息一下，等到仙剑大会结束之后，咱们在一起共商大计。师兄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子画，你可曾想过，若各派联盟，谁来执掌？师兄不必担心，如果我们可以让各门派团结一致的话，谁来执掌都一样。无论我如何看淡名利，但是能执掌这个联盟的，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。我担心的就是你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。此非名利，而是对各派的责任。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，必须你亲自执掌。哎呀，师兄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明知道掌门师兄向来不喜欢这些事情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这联盟当中，非子画没有第二人选。哎，师兄，我突然有个非常高深的问题要请教你。哎，来，哎，照顾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的。来，让爹好好看看你。
嘿，玉友，这小脸这么清瘦，难道是他们长留给我闺女受委屈了？没有，爹，我可是您的女儿，只有我让别人受气的份儿。这才是我的闺女。坐。来。坐。累坏了吧？爹，我之前给你写信说的那个事儿，怎么样了？天儿啊，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学正派的禁术啊？难道是他们长留有私心，不教给我闺女最上乘的功夫吗？不是了，只是我想自己多学点功夫，而且你也说过技多不压身嘛。不行，因为这蓬莱禁术自本门32任掌门以来就严禁门内人修炼，因为禁术过于阴狠，不是正道之物。若非到生死关头，是万万不可以使用的。爹，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只要您让我修炼，我一定让蓬莱在各派面前扬眉吐气。不行，此事非同小可，绝对不可以轻易修炼。天儿啊，爹此生就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的生活。况且，这也是你娘临终的遗愿。爹，求您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哼！终于把您给请来了，来，大家请坐。大忌，好，请。他怎么还没来？你问候各位掌门，快去看看呐！师兄，应该还在闭关吧？我看就不用去请他了，你直接来主持不就行了吗？仙剑大会乃我长留盛世，岂可如此轻视？
如果连掌门都未能出席，那让各派如何看我长留啊？我替你去看啊，我去。哎，你，现在就去啊？去。师父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在威胁我？弟子不敢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以后不会再拿你的毒做药。你走吧。师父，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大师兄执意让我来请你，去主持仙界大会，说免得各派飞短流长。好吧，那走吧。诸位，长辽1年1度的仙界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此番比试，意在同门之间切磋武艺，需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此番选拔，意在为长辽一脉挑选长辽掌门储位，也是为长辽各派选拔人才，共匡正道而举行。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第一场，白子画门下弟子花千骨对阵洛十一门下弟子倪漫天，开始。尊上居然用情如此之深，我都快要被感动死了。好听话的一条狗啊！好久没有人逗我开心了。你说我接下来应该叫你做些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那只成天缠着我师傅的臭虫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倪漫天，以花千骨今时今日的法力，怎么和倪漫天僵持这么久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在凶谁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。你到底在顾虑些什么？真是好笑！你以为我这样就会放过你吗？我这就把你的丑事说出去。
冲动。掌门，哎呀，打得好，打得好啊！天儿，不愧是我倪权杖的女儿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怎么回事？倪漫天明明已经输了呀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没事吧？你居然为了求生，动了杀机。为师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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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谷知道错了，师父，师父，别过来！小谷，枉费这么多年栽培你，你居然在仙剑大会妄动杀机，我怎么会揪出你这个孽障？师父，弟子再也不敢了。师父，求师父原谅。你自己好好反省。师父，小谷知道错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我错了。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小谷知道错了。师父，求你原谅小谷吧，师父，小谷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小谷错了。小谷知道错了。师父，小谷知错了。师父，小谷知道错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小谷知道错了。师父，小谷知错了。千国，千国，千国，醒醒啊！师父，我错了。师父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师父，对不起。师父，我错了。你就这么忍心啊？让他昨晚一直那么跪着？哼！明明不忍，又何苦强撑呢？他妄图加害同门，按照长六律令，应当处死。
千古向来性情善良，从不伤害别人。这世人总有一念之差吧？何况，我觉得其中必有隐情。有隐情就可以随便杀人吗？你这话是在问我，还是问你自己啊？你心底里是相信他的，现在只是在气头上罢了。可他都已经跪了一整夜了，你这气也该消消了吧？啊？他现在怎么样？谁？他？他是谁啊？伤止住了吗？明明很关心他，却还让他一直在门口跪着。哼，我是怕他再这么跪下去，那血能把你这绝情殿都给淹了。别的不要紧，我常留的花花草草可就要遭殃了。我把他拖进了冰室，血冻住了，已经流不出来了，也省得在这门口啊碍你的眼。师父原来总说，我们3个兄弟当中，你是最随性淡然的一个。其实，你是最有原则、最固执的一个。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千古实在没法留在你身边了。子画，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你的毒根本就没有解。我用补元鼎给你炼的解药，你把它服下吧。子画，师兄，我看你真的是犯了桃花劫了呀，而且是终生的，一个刚走，一个又来了。这样，我出去帮你挡住。不必了，该面对的，终究要面对。子画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将解药服下吧。子画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你不能拿自己的性命来作赔呀。子画，不劳你费心了。我说过，我的毒早已解了。那可是补元鼎之毒。你要我说多少遍？我身上的毒早就已经解了。子勋，你我一同修道1000年，我一步步看着你堕入深渊，贪凡之死，看着你堕仙，我却无力挽回。为何？你为何执念如此之深呢？你问我？你问我为何如此执念？那你自己呢？你为了一个花千骨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。花千骨是我的徒弟，用我的名。师父，师父，求求你原谅小骨，不要不理我。我问你，你为何在比试的时候下毒手？师父教你法术，不是让你用来杀人的。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弟子只是一时求胜心切，弟子再也不敢了。师父，你当师父瞎了吗？在比试的时候，你屡屡退让，却在重要关头下了毒手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？你跟师父交代清楚。师父，弟子知道错了，弟子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师父，求你原谅我。师父，你不要不理小骨。平时做饭的时候，你连只鸡都不敢杀，却在一场赢定了的比赛对同门下毒手。你就这么不相信师父吗？我没有不相信师父。你还……师父，师父，我扶你坐下。
师父，师父，花千骨，你可是罪人。花千骨，你残杀同门未遂，按长辽门规将你逐出长辽。不要！再也不许你踏入长辽半步。不要！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弟子再也不敢了。我不要离开长辽，我不要！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弟子再也不敢了。我不要离开长辽，我不要！师父，我错了，师父。花千骨，比试的时候你居然想杀了我！我已经按照承诺，在仙剑大会上输给了你，把绢布还给我。哼，原本你只要在仙剑大会上乖乖的输给我，我就会放了你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可是你居然想杀我灭口，没话说了是吗？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的狐狸尾巴到底藏哪儿了。既然你为了他要杀我，那我就利用他，好好的回报你，折磨你。住手！滚！你不准走！汤宝，骨头，让他走。骨头，你没事吧？东风，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的绢布被倪漫天给偷走了，他威胁我，我才在仙剑大会上想杀了他，但是被师父发现了。什么绢布啊？什么事情严重到要受他威胁，甚至想动手杀他呢？因为他知道了我的一个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哦，算了，不想说就不要再说了。那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。嗯？不相信我？骨头，要不你就告诉东方吧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的。算了，别老愁眉苦脸的，你看，都快变成老太婆了，笑一笑。嗯。哎，你怎么会来啊？哦，那个，长留也算天下第一大派嘛，这次仙剑大会也会决定下一届长留掌门的人选，所以朝廷就派我过来了。怎么，长留的决定也会影响朝廷吗？嗯，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吧。虽然长留之前一直避世于外，不干涉朝政，也不干涉皇宫内部权力斗争，哎，但是长留的态度是每一届帝王都非常在意的。原来这么复杂呀。嗯，那朗哥哥呢？啊，他如今已经不是孟玄朗了，他在学习做一个好皇帝。清水呢？清水，自然是乐不思蜀了。虽然孟玄朗意不在他，但他也不强求，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就好，所以应该是开心的。嗯，那就好，希望他们可以幸福。幸不幸福，都是自己争取来的。最起码清水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执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太平。
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，静胜燥，寒胜热，天地之气，解我混沌之力。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等我把问题解决完之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为什么？不要再问为什么了，我会告诉你一切的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总是护着花千骨？你喜欢上花千骨了是吗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为什么总是护着他？不说是吧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放手！放手！放下吧。你休想！
可以保护自己了。你们安息吧。少峰，你怎么没有放水灯啊？我既没有亲人，也没有失去的朋友值得缅怀悼念的，我放什么水灯啊？没有亲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没有亲人离世吗？没有就是不存在，所以就不存在那些死或者消失那回事。怎么会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啊，爹娘总有吧？不然谁生你养你啊？其实我是，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？你怎么会从石头里蹦出来呢？我是开玩笑行吗？玩笑懂吗？哼，你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哼。尊上，师父，好啊，少峰，你骗我，太坏了你，居然开我玩笑。不过认识你这么久，好像这还是你第一次笑呢。怎么了？生气啦？没有。其实，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，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，我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。怎么会呢？我和你一样啊，但是长留的兄弟姐妹就是我们的朋友，就是我们的亲人，包括我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想要问你。你说。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冒险呢？你不怕倪漫天担心或者误会吗？我感觉，他似乎对你还是挺关心、挺在乎的。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至少是朋友了，可是我对你却一点都不了解。或许，在你们的眼里，他脾气是坏了一些，但在我看来，就像是一团燃烧的烈火，无论是欢喜、忧伤还是愤恨，都可以无比的强烈。或许，对我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。我也很羡慕他那样肆意的活着，可是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无论再怎么努力，我们都越走越远了。千果，我知道，他平日是对你霸道了一些，所以，我代他对你说对不起。放心吧，这一切一定会过去的。我会帮你拿回盐水玉，救回尊上。我们回去吧。古德，东方，东方，你不是回皇宫复命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啊？我就担心你擅自行动，所以跟皇上告了假，一路赶过来的。还好我赶上你们了。东方，我真的不希望你也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。你快回去吧。你就自信没有我帮助就可以顺利找到神器救你师父了吗？哎，你看，一点把握都没有了吧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去送死。如果有他，我们就多了一份胜算。相信他，他一定会帮到我们的。你看，连平时不爱说话的朔风都夸我了。好了好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在这犹犹豫豫的，不如抓紧时间，赶快研究如何盗取神器。来。
怎么了？害怕了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蓬莱岛结界无数，是除了长流以外的第2大派。如果我们真的借助神器强行进入的话，一定会引起整个蓬莱的骚乱，到时候真的就不得而返了。你要是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我来。没事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来者何人？蜀山掌门花千骨前来拜见倪掌门，还请师兄通传。还请2位稍等，带我前去通传。蜀山掌门花千骨拜见倪掌门。原来是鼎鼎大名的蜀山掌门花千骨啊！哼，说吧，你们来我蓬莱有何贵干？家师有封信，要弟子亲自送到您手中。这平日两派联系，向来是以飞鸽传递，为何此次如此兴师动众，二位亲自而来呢？弟子不知，只是家师特别交代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要我务必亲自交到您手中。难道是七杀殿有什么大的动静？拿过来。是。大胆！不行，摄魂术对他没用，赶紧用幻司灵！快呀！师妹，是你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好，现在赶紧叫他打开虚鼎，盗取浮尘珠。师兄，过去的一切，我都可以饶恕你。好，只要你将虚鼎打开。师妹，你终于肯饶恕我了。师妹，我现在就打开虚鼎。怎么了？怎么还不出来？千古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你在里面怎么样啊？这里有个五行之阵，只要我脚一触地，就会有很多光束来攻击我。难道说，你千丈把这浮尘珠分散在这五行阵里了？也就是说，只要将这5种力量相聚在一起，就是浮尘珠了。朔风，我现在将5种力量相聚在一起。不行，有危险！越危险就越有机会。这，浮尘珠，
拿到了。摄你之魂，随我心志，俗世过往，顷刻遗忘。掌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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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门。花千骨，若你还是长留弟子，蜀山掌门便自行了断谢罪，否则我蓬莱定将集全百之力绞杀你。各位师兄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什么事？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能如此坦然，你简直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！你杀我蓬莱掌门，今日定叫你血债血偿！怎么会？各位师兄，我未曾杀过你们掌门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还狡辩什么？去跟阎王爷解释吧！诛仙阵。各位师弟，你们赶快赶往各派，通知各派掌门，我派掌门被害，浮尘珠被夺之事。是。小姑，此时想必你已经到了蜀山吧？不要怪师父无情，情非得已。只有这样，为师才能安心的离去。尊上，怎么了？尊上，师父命我请您前往贪婪殿议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子画，师兄。子画，你最近气色不佳，呼吸似乎有些沉重，怎么未见伤势痊愈，反倒越来越重了？可能是练功时虚耗过度了，调息几日就可以了。师兄啊，你这么着急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你掌门前几天写信来，说我长留掌门暂无首徒之事。我请二位师弟来是想商量商量，这花千骨现在已经回到蜀山做掌门，师弟，你看是不是？师弟，师兄，我说过了，我白子画此生只收一个徒弟。是，可是花千骨现在不是已经不是你徒弟了吗？那也不行。师兄，明日
我就要外出云游了，请您暂代掌门之位。师弟，不可。师兄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掌门，可我说的话你从来都不听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个傀儡吗？师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命你暂代掌门，就是掌门之令。若你认为我这个掌门还有威信的话，就无需再多说了。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此话，掌门师兄也是一时的气话，你不必介怀。不过你也真是的，明知道师兄疼爱小骨，他前脚刚走，你现在又逼他另收徒弟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师兄，师兄，哎，刚才那场戏演得真好，我看大师兄啊，肯定是被你拿住了。我临走的时候啊，他就这样，一句话都不带说的，就像被你点了穴一样。我也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那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时日无多，我打算明天就离开。去哪里啊？不知道。你不打算跟师兄告别了？如果师兄知道这件事情，不知道会不会掘地三尺把你给挖出来。我走了以后，师兄、小骨，还有整个长留，都交由你照看了。你还真是狠得下这个心。若是可以的话，找到作画之地，告诉我一声。东方，终于回来了，情况还好吗？赶快进来说。没有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拿到没有？拿到了还这个表情？被发现了？你掌门死了。死了？我们还没有离开蓬莱岛，就被蓬莱的弟子拦住，告知我们你掌门死了，还言之凿凿说是我杀的。可是我们走的时候，他只是中了幻司灵的幻术，晕过去了而已。很明显，有人想嫁祸于你。只是我不明白，这个人到底跟你有多大的深仇大恨？这招绝对是要置你于死地啊！嫁祸于我，这也太狠毒了，拿一条人命作为代价。你也不用着急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要先救白子画。朔风，对不起，害你受伤了。要不你先回长留吧，我想这个时候倪漫天身边也需要有人陪他。可是，你没有我，根本拿不到所有神器啊。对啊，朔风暂时也不需要回去，倪漫天也不需要他。他现在唯一想的就是一心报杀父之仇，所以我们先不要想太多，想想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吧。
漫天，起来说话。起来。尊上，世尊、如尊，恳请三位为我蓬莱做主。我爹惨遭花千骨毒手，死不瞑目。这个孽障东西，定是与杀阡陌这个恶徒勾结在一起，伺机夺取浮尘珠。师弟，请即刻发出掌门追杀令，捉拿花千骨。师兄，花千骨是我的徒弟，我怎么会不了解他的脾气呢？他绝对不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。你是我师父，难道你也护着花千骨？倪漫天，我明白你的丧父之痛。你先回蓬莱，处理你父亲的身后事。我们长留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护着花千骨？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自会向花千骨讨债，我就不信，以我蓬莱全派之力，我杀不了他。漫天，十一，速速通知天山派掌门尹宏渊，要他好生保管神器。是。子华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护着花千骨。可是作为长留的掌门，你要一碗水端平啊，要不偏不倚，否则会留下画饼的。师兄，只凭蓬莱弟子一面之词，就说他是杀人凶手，未免有所不公。他虽然被我逐出长留，可是他的品行，我是相当清楚的。更何况，他没有任何杀人动机，你怎么可以说他是杀人凶手呢？他做的错事还少吗？这件事情，我自有判断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你，此事疑点重重，我们也不必妄下定论，一切等花千骨回来与他对质即可。孽障啊！孽障啊！尹掌门。哦，师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蓬莱浮尘珠已被盗，尊上命我前来告知，好生看管好玄阵池。
多谢贵派的提醒。哎呀，迟疑啊，其实我早已把玄阵尺放到了一个极其安全的地方，就算是大罗神仙，也很难能得到手啊。倪千丈一死，整个天下都知道你盗神器的事了。这个尹宏渊一定会有所防备，所以想从他那盗取玄阵尺，绝对是虎口拔牙，难上加难呐。那怎么办呀？等吧。绿俏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阁主知道你要盗取玄阵尺，特派我来相助。一宿阁阁主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之前我有找过一宿君帮忙。阁主说，玄阵尺并不在尹宏渊的虚鼎中，而是在天山的九霄塔内。但这九霄塔机关重重，比那尹宏渊还难以对付。这倒好办，我自小就研究奇门遁甲、机关之术，这次也总算派上用场了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到达塔顶啊？可能是玄阵尺镇住了不归雁的法力，所以我们只能到这儿了。可是所有的神器不是都已经封印了吗？玄阵尺的封印似乎是解开的。若想取得玄阵尺，必须一层层闯上去。我略懂一些机关术，这一层由我打头阵，跟我走。杜芳，没事，这些纸人都是我幻化出来的，让他们打头阵，保我们安全。你没事就好。目前这些小小的机关，我还应付得过来。那我们就继续往上走吧。这九霄塔分为天地人3关，每3层为一个重要关卡，一共9层，步步皆是危险陷阱，一定要小心。那这次由我带路吧。不行，这塔内机关重重，虽然只过了1关，还有8关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还是我打头阵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神器到底要做什么？盐水玉，盐水玉。难道花千骨盗取神器，是为了让盐水玉归位？花千骨，你为了白子画，当真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？
用浮尘珠对付他们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快离开这儿。子画，子画不好了！花千骨他花啊！子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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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你快去外面守着，这件事情不许和任何人说起，即便是师尊来了，也要挡住他，听见了没有？是。花千骨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我会信守承诺，绝不会告诉子画，偷盗神器是为了救他。灭生剑。幸好我们有美声剑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绝情阵。这世间真正的绝情，就是先灭掉自己。试问一下，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绝情而回己呢？绝情先回己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走吧。护法英明啊！这一将倪千丈之死嫁祸给花千骨，这不但不用我们动手，这长留各派自然会替我们解决花千骨。花千骨，这一次你已经走上了一条死路，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够救得了你。到时候呀，花千骨集齐了10方神器，我们不用出一兵一卒，便可坐收渔翁之利。山护法，您高明啊！山护法高明！山护法，有请圣君。说，长留那边得到消息，浮尘珠被盗，倪千丈被杀。是吗？现在长留各门各派都在捉拿花千骨。小不点，你的意思是，倪千丈是被他所杀，浮尘珠也是被他所盗？据说是这样。不好，以白子画的脾气，小不点又要遭罪了。圣君，长留等派已经大乱，我们何不趁此机会？只是，这小不点要神器干什么？现在可是我们抢夺神器最好的时机。不可以！若是妹妹都没了的话，我要神器还有什么用？圣君，没我的命令，
任何人不可以轻举妄动。为什么到了第8层还是没有机关啊？除了第3层比较危险之外，好像没有人再来过这一层。会不会从来就没有人过了第3关？怪不得尹宏渊这么放心，这九霄塔内连个守卫都没有。看来，能不能拿到玄阵尺，关键就在这第9层了。玄阵尺，事不宜迟，我先上去拿。等一下，天山派不会这么轻易让我们拿到玄阵尺的。没时间了，不能再拖了。秦不寿，小心！玉娇，你的血能封印这个怪物。绿桥姐姐，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你？我的血可以吗？来不及了，赶快走，先把绿桥送回朽阁。走。没用的。花千骨，对不起，我每次见你，不是对你凶巴巴，就是冷冰冰的。那是因为你的命数，我是怕交给我们阁主。绿桥，绿桥，绿桥姐姐，绿桥，绿桥姐姐，绿桥，绿桥姐姐。花千骨，好大的胆子！我劝你赶紧放下神器，俯首投降，我也好向你师父求情，免你一死。殷掌门，对不起了。花千骨，哪里逃！夏千墨，你怎么会来此？花千骨呢？
原来是你指使花千骨盗走我的玄阵尺。不愧是我杀阡陌的好妹妹。哼，既然你今日来了，就休想离开。哼，我今日还真没空陪你玩。师尊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刚才听弟子说尊上晕倒了。没有啊。没有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不是让你在觉醒殿守着吗？握什么握？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师兄，子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让开！你也让开！毒已深入骨髓，你们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3人合一，将真气输给子华。师兄，子华，你到底为何中毒啊？事到如今，这些不重要了。不远顶的毒，无药可解。你以为你可以轻易抛下长留的一切，自己走掉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上天入地，我一定把解药给你找回来。师兄，我本想找个地方安静的坐会，可是我已经瞒不住你了。我时日不多了，已经无力回天，长留掌门之位要交给你了。子华，我知道这很难，可是眼下只有你最适合掌门之位。你们不用在我身上再说无谓的真气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这段时间，你就留在觉醒殿静养。师兄，不必再说了，我意已决，长留我会暂为掌管。这段时间，子华就交给你们了。还有补元鼎，你全部在杀阡陌那里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给你。如果他不给，你就要智取。你可以吹鼓哨把他找来，若他不肯，硬取便是。不会的，我去跟沙姐姐说，是用来救命的，她一定会理解的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杀阡陌他们煞费心机收集神器，就是为了一统天下，怎么能那么轻易的给你呢？就算他肯，其他众徒也不肯。他身为圣君，在其位谋其政，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。还有啊，见到他们之后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们你收集了这么多神器，一定要记住，任何人都不能告诉，知道吗？这是为了神器的安全，也是为了你的安全。我知道了。那找到补元鼎和谪仙伞之后呢？盐水玉会不会自动归位啊？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各大门派都已经知道神器都丢了。盐水玉，你到时候问朔风吧。朔风。对了，还有，神器收集全之后，马上去救你师父。接下来就把其他神器放入你师父的虚鼎当中，尽量减少事态的进一步扩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东方，我先走了。赶紧走吧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马上想办法通知我。你保重。你连七杀殿都不去，就是想撇清自己吗？
那又如何？你真的撇得清吗？当然，我就是要看白子画如何抉择，他眼中的对是什么，错又是什么。子画，你才刚刚好些，还是回屋歇着吧。子勋，我时日不多了，是时候告别了。今年的执念，放下吧。放下，放下！你自己能放得下吗？你为了护着花千骨，先是借故将他逐出绝情殿，然后又将他遣回蜀山。你若不是中毒无救，你若不是知道自己将死，你会把花千骨从自己身边赶走吗？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任何时候，他做错了，我都会这样做。你真以为你这些话能骗得了别人吗？那你还拿着他干什么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千骨临行前拿一瓶毒托我给你制的解药。你现在知道这些，你还能放得下吗？你放得下吗？人死不可复生，你要节哀呀。漫天年幼，在长留学艺无成，为报蓬莱隐漫，恳请师叔暂代蓬莱掌门。万万不可！天儿，你虽年幼，但武功修为兼及长留和蓬莱两派之所长，蓬莱掌门非你莫属啊！师叔，参见掌门。参见掌门。请接公语。我倪漫天对着我爹以及列祖列宗的面发誓，必定手刃花千骨，以祭亡父在天之灵。手刃花千骨，祭见亡灵。手刃花千骨，祭见亡灵。手刃花千骨，祭见亡灵。
是我。进来吧。满铁，吃点吧，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别把身体搞垮了。蓬莱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办呢。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我爹已经离开我了。他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给我留下。我恨死我自己了，我从来不肯听我爹的话，现在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这是你爹留下的，你要好好保管，一定要记住你爹对你的教诲呀。现在，我把它留给你。我走了。因为此禁术过于阴毒，非正道之物，若不到生死关头，绝不能使用。天儿，此法非同小可，绝不能轻易练习。爹对你别无要求，只是希望你一生快快乐乐便好。这也是你娘临终的遗愿。此法万万不可练习，否则必遭天谴。杀父之者无功丹田，就算我遭到报应，也要杀了花千骨。姐姐，
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记得找姐姐。尊上，尊上，您在吗？尊上去哪儿了？我今天一直守在门口呢。坏了！哎，师兄，真是稀客呀！今天早上我还跟小不点说改日去拜访你呢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过来了。怎么，是不是没有对手，寂寞了？花千骨在哪里？这么急着找他，看来你这个师傅还算是称职。他现在已经去东海找单春秋拿谪仙伞跟补元鼎了。喂，白子画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杀阡陌，白子画呢？大概是去东海找小不点了吧？通知单护法，白子画已经赶往东海，让他早做打算，快去！他简直太无法无天了！这个大逆不道的花千骨，居然还勾结杀阡陌，冲上九霄塔，夺走了玄阵尺。不知道孙尚现在手中的神器安好吗？若是让花千骨全部集齐，天下必然大乱。师父。怎么了？尊上不见了！什么？从今日起，由我暂时代替师弟白子画接任长留掌门之位。洛十一听命。是。率领众弟子，全力击打花千骨。是。今天东海上的风还真大，把二位都给吹来了。谪仙伞和补元鼎在你那里，对吧？谪仙伞确实还在我手上，补元鼎嘛，前几日让夏子勋给借走了。什么？早知道。那请你把谪仙伞给我。这是你们圣君传给你的口信。补元鼎嘛，我是无论如何也给不了你了。谪仙伞当然可以给你，不过我们得有个交易。不行。我这什么都还没说，你这回绝的也太快了吧？你想我用其他神器跟你交换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神器在你手上又有何用？我把谪仙伞给你，等你集齐了其他9方神器，待盐水玉归位之后，再把所有神器都给我，这样双方都达成所愿，岂不绝好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放妖神出世，祸害苍生的。谪仙伞在我手里。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条件？没错，现在你有神器在手，我打不过你。不过，你也别妄想从我这里得知谪仙伞的下落，因为你会的摄魂术，我也会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当初我让你和白子画身中剧毒。就差那么一丁点儿，就可以把你们俩都杀了。立下如此大功，我就不能跟别人说，
你说我心里该有多委屈啊！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，白子画会如此护着你这个小徒弟。虽然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撑到今时今日还不死，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你居然从他那里偷了神器跑出来。原来你一直在暗中监视我。没错，我还知道你私自从长流偷偷地跑出来，还私自解开了不归雁的封印。所以，你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才立刻抢先在姐姐那里借走了谪仙伞。你还真聪明啊！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如此大胆，为了白子画做到这种地步。既然你连欺师灭祖、偷盗神器的事都已经做了，就不必再以正道中人自居。嘿呀，只怕白子画他不领情啊！等他醒了之后，依照长流森严的门规，还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惩罚你呢。废话少说，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。赶紧把卜元鼎交出来，否则定叫你葬身这东海之中。花千骨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。你想把神器在原封不动的都还回去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因为倪千丈已经死了，你回不了头了。倪千丈是你杀的？没错，我还知道你给他使了障眼法，还有摄魂术，这些对于我来说只是小把戏。正因为你给我铺平了道路，让我在杀他的时候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好了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既然圣君下令，那谪仙伞你们就拿去吧。神器是真的。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休想让我用其他神器跟你交换！这个嘛，你实在不愿，我也不会勉强。只要今后多在圣君面前替我美言几句便是。我相信，你还会再回来找我的。现在我们只剩下卜元鼎了，我们马上去找紫薰上仙拿卜元鼎。嗯。紫薰上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你师父已经知道一切，出来找你。我不放心他，一路追了出来，却还没找到他。师父已经知道了。你偷了那么多神器，就是为了让盐水鱼归位救你师父？是的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死又有何难？紫薰上仙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就差卜元鼎了。单春秋说在你手中。
真的想好了吗？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，你就放心去做吧。收风，我们要在这里解开封印吗？对，这里安全。盐水玉终于可以归位了。是啊，真是不容易。三界抢来抢去，不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战，争夺了这么久的神器，居然在短短的几天内的时间，就被你全部收集齐了。或许，这就是天命吧。我不管什么天命不天命的，我只要师父好好的活着。千古，就算是你一辈子身被污名，被所有人误解，被所有人怨恨，深受非人的苦楚，你还甘愿吗？心甘情愿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白子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单春秋，你想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！一开始，
我始终都不明白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为什么会去长流山呢？为什么遇到你？直到后来，你对我说，你要搜集所有的神器，替尊上解毒的那一刻，我才终于懂了。原来从千万年前就早已经注定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成全。叔父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千古，你记得中元前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放水灯吗？你问我为什么不写点什么？我说，我既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。你还记得吗？我的确没有亲人，没人生，也没人养，因为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脖子上的这块勾玉，就是盐水玉，而我就是残缺的那一角。所以我真的是石头。让叔父，我不要你死，叔父不要，不要。叔父，来不及了。千古，麻烦你把这个传音轮交给倪漫天，我想对他说的话都在这里面了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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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花千骨回来了！花千骨回来了！你听我说，花千骨回来了！师父！这个孽障，居然还敢回来！都随我去捉拿花千骨！师兄，
孽徒，赶紧交出神器，束手就擒，我方可留你一命。千古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告诉大家，你掌门并非你所杀呀！是啊，千古，快说！是啊，就是啊。师伯，我现在不能把神器给你，师父有可能被沈春秋抓去东海了，我现在得去救他。我最不愿看到的一幕，终究还是发生了。众弟子听令！我长留师门不幸，收了花千骨这个孽徒。花千骨盗偷神器，心存不良。我长留掌门又被单春秋困于东海。今天我们要去营救师弟掌门，逮捕花千骨，给天下众生一个交代。是。上仙有难，我玉卓峰必当全力以赴。是。十方神器，事关天下安危。千百年前那场浩劫，我至今历历在目，犹如一场噩梦，绝不能让洪荒之力再次出世。十一，立即飞鸽传书倪漫天，请他率蓬莱一门前去东海相见。是。单春秋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快出来！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是想清楚了打算加入我们，还是打算把神器交出来作为交易呀？我师父在哪儿？你师父？你师父不是我师父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师父在哪儿啊？别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话！我再问你一遍，我师父在哪儿？你还真是在意你的师父啊！为了他，连神器都敢偷。他也不错，舍身救你不说，身中剧毒成这个样子，居然还敢跑到我东海上来寻人，真是师徒情深呐！简直感动得我痛哭流涕。我师父呢？他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真气耗尽，剧毒发作，晕过去了而已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今时今日他都成这个样子了，居然还敢到东海来伤我那么多手下。可惜毒发作的更快了。本来以他的天人之资，再撑个10天半个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但经此一战，他已经丧失了意识，再也不会醒来，恐怕最多只能活1天了。废话少说，快点把我师父交出来，别逼我杀了你！你知道，我不想为难你。这世间有谁愿意跟白子画作对呢？我只想要我的神器。你既然已经回去发现白子画不在了，就说明你已经得到盐水玉了，收齐了全部神器，是吗？所以你才肯突然把谪仙伞给我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师父在你手里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是啊，白子画够资格跟你换神器了吧？你想让我把神器给你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2件事：第一，我已经打发旷野天回去拖住圣君，你想都别想靠他来压住我交出白子画。第二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好好想，仔细想。但恐怕你师父快撑不住了。到底师父重要，还是神器重要？我想，在你打算盗神器的那一刻，
你的心里就已经很清楚了吧？啊哈哈哈！啊哈哈哈！啊哈不要妄想再背叛我心神了，我是不会信这套的。你别白费力气了，我早就猜到你会来这一招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白子画在哪儿。我不信。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从长流传来消息说，华千古去了东海。东海？是。立刻发兵东海，为我爹讨回公道。漫天，怎么还不去？是。爹，若您在天有灵，定要保佑女儿，为您报仇。我师父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那谁知道？我只不过告诉我手下，让他随便找个人把白子画给我藏起来，不用回禀我。然后我就把他给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除非天空变成紫色，海水向天倒流，不然永远别把白子画给我带出来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除非妖神出世，要不然你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师父了。骗我！告诉我师父在哪儿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我恨你。自从你出现以后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改变计划，每次都是因为你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我恨你，可越是对你好，我就越想要折磨你。我想折磨你，让你承受跟我一样的痛苦，承受失败的痛苦，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，是你咎由自取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他自己蠢，是你没脑子。我原本早就可以成功，可你却一次次犹豫，一次又一次放弃。你说过，不想你爱的人再受欺负，我便助你统帅七杀弟子。你说，你想要坐拥天下，让你的妹妹永远快乐，我就帮你守住神器，可你却失去了心神，留下含恨。你又说想要留下复活，我便倾其所有，让你再夺神器。可是华千古出现以后，一切都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我要代替你率领七杀一统天下。原来你对他竟有如此野心，难怪你把他导入一个错误的方向。如果你敢对杀姐姐无礼，我一定会取你的性命。今天我看在杀姐姐的面子上，就饶你不死。一山春秋的狡诈，一定是把师父藏在我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。什么地方呢？我知道了。
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傻的人。孟大哥，先喝口茶，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皇上，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天生异象，东海巨变。什么？长留来的飞鸽传书。师父，师父，叶水玉，师父，希望你帮到师父。寿风，师父已经好了，你快回来吧。寿风，快回来吧。
你想救他吗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朔风虽然是盐水狱中的一部分，但是他已经有了独立的思想，完全可以将其从盐水狱中分离出来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走吧。趁你手中还有不归雁，这样你可以躲得更远一些。我不走，我要等我师父醒过来，亲自向他领罪。领罪？你以为让他知道你盗取神器是为了给他解毒，他便会心软、内疚、大发慈悲而不处置你吗？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姐姐的谪仙伞，麻烦你帮我还给她。另外，再帮我跟她说声谢谢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信守承诺？怪不得圣君会喜欢你。不过，你不是要救朔风吗？是又怎样？你知道盐水狱是怎么碎的吗？不知道就算了。不过我想告诉你，想要将朔风从盐水狱中分离出来，只需要你的一滴血，就这么简单。此人诡计多端，轻信不得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不过你看，等到各门各派全都集齐，将你手中神器全部抢走，到那个时候，再救朔风可就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解开的煞血封印，只需要你的一滴血就已经解开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天下是我们的了！我多年苦苦的经营，今日总算是得偿所愿了。不会的，我只是想救朔风而已。你骗我，你又骗我！你的朔风已经没有了，已经烟消云散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的血只是用来解开神器的最后一道封印而已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只是一滴血而已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道你是谁吧？哦，对，这世间只有一个人知道，白子破。要不是我在他昏迷的时候探知了他的回忆，知道了天大的机密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当初洪荒之力是你和众神合力封印，盐水玉是因你而碎，或者你的血肉化成了千万片，去修补滋养着大地。花千骨，你就是女娲的后人。不可能，这一切都是骗人的，你是骗我的，你是骗我的！
释放神器收齐，洪荒之力要重现天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花千骨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啊？大家注意，要护住虚洞，防止各派弟子被吸进去，同时要阻止七杀进入虚洞，抢夺洪荒之力。温掌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洪荒之力重现，我要拿到洪荒之力，如此，我就可以称霸天下了。我去阻止他。好。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大家别慌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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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稳住心神，不要被他蛊惑了！别打了！现在你知道了，你的血为什么会那么有用了吧？也知道为什么神器跟你脱不了干系，冥冥中会被你所激起。我还奇怪，你还有身中剧毒的白子画是怎么能够从我的补元鼎里跑出来的，而且还不被我的真火所伤。师父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的。可是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？你可真是个令人心疼的孩子，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妖神就快出世了，不如你以后就跟着我吧，一起一统天下。我宁可跟你同归于尽，也不会和你同流合污。既然我大错已经铸成，即便是死，我也会阻止你。你真是白子画的好徒弟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痴人说梦，不自量力。洪荒之力出世，谁也无法阻止。子画，子画，你在哪儿？子勋上仙，子画他怎么了？师父他中了补元鼎的毒，多亏子勋上仙之前炼制的解药解了师父的毒。小谷已经完成圣君交代的任务，收集完10方神器，洪荒之力即将出世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一句都没有听懂。只要师父能好好的，原不原谅都不重要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我自己的苦，我自己来。就算是粉身碎骨。子画，原本这一刻我应该高兴才对，可我却觉得自己越发的可悲。花千骨那么弱小，可是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而我这些年来，除了自怨自艾、自甘堕落，我还会些什么？子画，你醒醒吧，一切都乱了，乱了。小谷，子画，小谷，子画。
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回事？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我的毒，小骨呢？神器呢？二位掌门，别打了！温掌门，不要进去！温掌门，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大家都看到了，洪荒之力的出现，已经让我们自己乱了心神，互相残杀。我们要共同对付洪荒之力，请大家不要互相争斗，更不能让洪荒之力被那些心术不正之人所利用。把这个孽障给我拿下！是。大家不要误会，花千骨，你妖言惑众，我今天就让你不得好死！不要伤害顾客！谁敢伤害他？沙姐姐，姐姐，小不点，你一起去做你想做的，这里交给我。圣君，圣君，只需7日，7日后就可以得到洪荒之力了。姐姐，这些都是你想要的吗？圣君，小不点，你去吧。姐姐，别再往前走了！他妈！掌门，对不起，即便牺牲我的性命，也不能再让大家因为洪荒之力而纷争、丧命了。骨头，唐宝、云影、沙姐姐，各位同门，再见了。